哦，有一个击打，又一个，再来了一个了，很大了。又来一个。我们裁判叫停了比赛。新疆小伙自创碎骨腿法，发亮的家伙，没错，便是来自于乌干达的拳王卢蒙亚乔赛亚。这个家伙来我们中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挣的是盆满钵满啊！据说在老家还娶了3个老婆。但这个家伙忘恩负义，他是个白眼狼。他竟然公開表態，稱我們中國選手完全不配和他打比賽，無論怎麼打，結局都只輸，只會浪費他的時間，髒了他的手。觀眾朋友們，他還嫌髒手，他黑了吧唧的，我們不嫌他髒啊，就好不錯了。結果這個家伙竟然還反咬一口，他現在能過上這麼好的日子，能娶上3個老婆，完全是我們中國賽事方啊給的出場費夠多，才能讓他吃得起飯。結果沒有想到，才吃了3天飽飯啊，就扔下碗就罵娘。面對這麼一個忘恩負義之徒，來自於中國新疆的小伙，年紀21歲的薩利曼霸氣出山。我們看薩利曼這個小伙長得很成熟啊，看起來好像30多了，但實際上他才21歲啊，非常的年輕。而且他身手不凡，天分極高，連續3年斬獲了新疆的散打錦標賽冠軍，並且獨創了一門碎骨腿法。沒錯，顧名思義，這是一個能夠踢斷對手骨頭的腿法，非常的殘暴，非常的犀利。所以大家在觀看比賽的時候啊，可以特意觀察一下薩利曼的腿。這場的話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對，這個地上周，我們的烏干達運動員是他抱得很全，他抱得挺死的。是，而且你看他這整體的一個風格，我是覺得他有一些態勢在身上的。對，剛才我們的一個紅方的一個擊鼓。對，還有一個前手擊鼓。對，這個擊鼓就是太明顯了。如果你前面有幾個動作引的話，把這個擊鼓給打出來。比賽剛開局還不到1分鐘就已經有效果了，但這只是開始，難受的和痛苦的還在後面。希望薩利曼能夠踩緊油門，最好是踢斷啊對方的2條細狗腿。好的。选手的話打得還是很挺謹慎的。他們第一回合的時候不太了解對方的打法，然後在第一回合的對不斷的去摸節奏，對。這個轉換很快。對，但是他們在找節奏，然後找對方的熱點，然後如果有一瞬間，如果對方有這種失誤的話，還可能就 KO 對手。是，我覺得這個盧蒙亞的前腿一定要小心一點啊！剛才是被薩利曼有幾個掃踢啊，砍到了這個小腿的位置。所以如果下面再有幾個的話，估計這個小腿可能就有一些危險了。對，還有一個低掃腿。是，再來了一個。對搏擊啊，動作都比較重。對。如果連續幾個動作一直打的是那個點，對，這個肯定是容易扛不住的。對，同一個點會累積傷害。薩利曼腿法的兇殘程度，觀眾朋友們絕對是遠超你的想象。在薩利曼以往的比賽當中呢，基本上每3場比賽就踢斷一根敵人的小腿。非常的殘暴，那我相信有些觀眾肯定想問了，那明知他腿法厲害，為何不防，為何不躲呢？觀眾朋友們，這個低掃腿啊是根本無法躲的，你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他的腿法，沒錯，眼睜睜的看着腿法踢到身上，這種感覺太無奈了，你知道他要踢你，但你就是躲不了。做了有5、6個啊，這做了有5、6個他這個掃踢的位置，對，再來一個，對。哎呦，飛膝，也就是跟我們之前上一場比賽的話也是一樣啊，這個卡踢的話對他這個小腿的傷害是有一些累積的。對，如果他一旦踢這個小鞭腿的時候，一定要有防着這個。對，再來了一個。很容易，如果連續幾次踢的話，這種很容易。是。好，那現在雙方的比賽來到第2個回合，開局就是一腳連蹬帶踢再踹，哈哈，這放誰也受不了啊。我們能明顯感覺到對方的這個移動能力啊已經是不行了，尤其是前腿的支撐腿有點不好使了。一個後手。後手是剛才有一個非常緊張的後手。對，他這個如果把體再迅速的拉開，然後再來一個後邊踢的話，這種肯定會。對。
哎，又一个啊，罗蒙亚的话，这时候状态也有了一些恢复啊，你看，但是他这个腿的情况啊，还是不容乐观。对，不知道萨利曼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去砍击对方那个小腿的位置啊？你看，刚才刚说的好，他已经在抓他这个点。对，哦，看，你看，对，小腿小动作也是，小动作也有，拿这个脚，对，很精准，对，这个磕也很疼。对对对，很疼，很疼的。好，第二回合刚开局1分钟啊，对方就受不了了。我们看，哎，这个姿势，哈哈，刚刚应该是有踢到裆啊。这下萨利曼不仅要踢废他2条细狗腿，要把他第3条腿也给他踢断。我只能说干得好啊，让他3个老婆守活寡。对，你看他的技术经验还是比较充足的，也是鏖战了很多次比赛的一个老手，所以在这种情况的处理上面，他也是调整得很快。哇，再来一个前腿，哦，再来了一个。几个动作前的这个打得很干脆，对，干净利索啊。哎，这时候萨利曼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乌干达运动员是他的这个动作已经慢了很多对，是他，因为他影响了他一个动作的速度。对，因为他的左前腿是受了伤。对，哦，有一个击倒。好，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第3次踢倒对手了，但观众朋友别着急啊，好戏才刚刚开始。因为对方的2条细狗腿啊还能动还能走啊，所以说萨利曼的任務啊還沒有完成，還沒有結束。我們看對方學聰明了，開始打一些內圍，打一些纏抱來規避薩利曼的腿法。眉骨開了嗎？是？額頭的位置，對，額頭的位置。因為薩利曼的話，他是屬於這個快進快退啊，你看他整體的一個移動速度是很快的。對。但是相反，這個盧蒙亞的話，因為有一些態勢分布在裡邊，所以你看他的拳腿的話打的都是很重的。好，薩利曼今天第2次瞄準對方的第3條腿，這一下可能踢的不只是腿啊，有可能是點球大戰啊，大力抽射。看來今天薩利曼不踢飛對方3條腿，肯定是不罷休了。薩利曼也是抓着的這些，看對方的弱點啊，對，快進快出，打法不錯。對，你看這個薩利曼在防守過程中啊，因為這個我們的盧蒙亞他的臂展還是比較長一些的，所以薩利曼他也很聰明啊，也是在近身防守過程中手舉的也都比較高一些，對，所以對方的一個直擺啊，都對他來說沒有效啊。你看他的壓迫感，對，正蹬，哎，近距離的一個，看正蹬他的一個大腿內側啊，這個動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很刁鑽這個位置。對，這就是好像也是來到我們的第3回合。是2聲，對。這一場這回合不知道有沒有 KO 啊？是。到第3回合裡邊了。對，絕對會有驚。是。還因為這個造成了很大的對，也是一場鏖戰。哦，一個倒地。哦，有一個啊！好，第3回合開局不到30秒，對方又跪到地上了。我們看他後退的過程當中啊，走路已經發慌了。好，還能打，還不認輸。好，但薩利曼打算乘勝追擊，連續的補刀。現在盧蒙亞喬賽亞在薩利曼的面前，他就是一個沒有移動能力的靶子。哎呦，又一次。我們看對方已經是癱坐在地上，好，還能起來，哈哈，還挺頑強。這是個打不死的蟑螂，打不死的小強。好，我們的換架了啊，現在換架了。好，一個換腿，一個跳踢，啊，小頭轉身啊，嘣，好，距離太近，對，距離過近，對。你看他這時候你在做轉身蹬的話，太大的意義。是。直接還是用這個踢掃腿。啊，又來一個！哦，我們裁判叫停了比賽。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完全都在意料之內，那麼恭喜薩利曼啊！這一招碎骨腿法果然是名不虛傳。我覺得打這種囂張的老外，這種忘恩負義的白眼狼啊，就該這麼狠，就該這麼打。好，再次恭喜薩利曼獲得了本場比賽最終的勝利，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其實我也不喜歡打中國人，只是他們天生就欠揍。每一次看到中國人，我的拳頭就會不聽使喚的打上去，直到他們大喊爹我錯了，我才肯收手。
好的，亲爱的觀眾朋友們，這是一場十分精彩的中日復仇對局，我們的中國小伙學野國大戰日本拳王四島響。相信你也聽到賽前這個四島響的囂張言論啊，說要打到我們中國人大喊錯了，他才肯收手。我們的學野國也是霸氣迎戰，來到日本就是要幹掉這個囂張的四島響。那麼這一場比賽究竟是我們的徐衛國能贏，還是四島響能勝？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比賽。您可以看到紅方選手日本拳王四島響，而藍方選手則是我們的中國小伙徐衛國。那麼聽這個名字，您可能會感覺出一種很親切的年代感啊，沒有錯，我们的徐衛國呢是一位紅三代啊，他的父親啊、爺爺啊都是這個中國軍人。爺爺是老紅軍，所以說徐衛國從小也是，哎呦漂亮！這一記重拳直接將四島響打倒在地，沒有任何猶豫啊。那麼我們的徐衛國也是從小啊跟這個爺爺在一塊兒聽爺爺講這些故事，對日本人有着天然的仇恨。這一次聽到四島響這麼說，也是霸氣迎戰。你可以看到他出拳很冷冽啊，必須是要把敵人打廢啊，這場比賽才能結束。我的天哪，雙方的這個比賽很花哨。おそらく効い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はい。でもここでも逆転する力、底力を寺島選手が感じますね。はい。さあ、果たして持ち上げ。那麼四島響呢，作為日本的新晉拳王，好的，我們的學野國再一次通過重擺將其打倒在地，這已經是第二次將其擊倒。這個四島響啊，是日本的新興拳王，目前戰績是一個8連勝啊，而且之前是在中國擺了一次擂台，連勝了3名中國拳手。覺得自己天下無敵了，所以才能在賽前發出這麼囂張的言論啊。好，讓我們回到比賽，可以看到我們學野國的這個拳打得很重，漂亮，日擊抓得很穩啊。日本人、韓國人都很抗揍，但是面對我們的學野國啊，四島響顯得有一些經受不住了，抗擊打能力開始變弱。この辺りも前に出た寺島。まだ山本ちょっと効いてますか？効いてますね。はい。今も少しぐらつきましたが、ここで立ってられるのすごいですよ。はい。表情を見ると。也不知道觀眾朋友們聽到這個四島響在賽前的囂張言論啊，覺不覺得這個日本人欠揍？反正我是覺得這小日本子不揍不老實，最好是能一天打他們7、8頓，讓他們知道什麼是人，什麼不是人，他們才會聽話。山本選手の気合だと思います。寺島はサウスポー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今度はミドル。好的，雙方進入了一個對拼階段。哎呦，打得很兇啊！我們的學野國也是馬上游走。哎呦，我們看一下這個小日本子啊，比賽不老老實實比賽啊，總是玩這種下三濫的事情。可以看到踢襠踢到我們的學野國，看一下具體情況。你可以看到這一腳也是結結實實踢在了我們學野國的襠部，這小日本子就是故意的啊！不好好比賽，玩這種下三濫的。寺島も一度呼吸を整えて、ただじりじりと前には出ています。残り10秒の強振にはなりました。左のハイキック、寺島。最後前に出て左のパンチ、そしてインロを打っていったところで第1ラウンド終了となりました。好的，本回合比賽正式結束，雙方在第一回合可以說打得很慘烈啊！哎呦，我們學野國的這個鼻血啊都已經被幹出來了。當然，對手四島響也沒有得到什麼便宜啊，被我們的學野國接連4次還是3次擊倒在擂台上。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我們的學野國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精彩表現。嵐のように過ぎ去っていった3分間。次の3分間はどうか。静かな立ち上がり。まずはリングのセンター。寺島選手はまず倒そうという気持ちよりもまず自分の展開を作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シフトすると、彼の実力ポテンシャルが爆発でき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我們的衛國不是很着急啊，不停的游走，想打一個後手反擊是有可能的。選手はつくのが非常にうまい選手ですからね。はい。さっき試合前の山本選手のミット打ちをちょっと見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の打ち合いだ。
之前的发布会呢，学月国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很震惊的一幕，他带了一口棺材，然后跟四岛想说，这口棺材不是为你準備的，就是為我準備的。所以說今天擂台上啊，必須是得死一個的樣子。今このねリング上でもプロの戦いが2人によって繰り広げられてますね。はい。お互いにキャリアというのは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という選手。寺島がプロ2戦2勝、そして山本の方は1戦1勝です。またスイッチしてから左、寺島が頻繁にスイッチから左のハイキックも出しています。寺島選手、哎呦，好的漂亮！我们的徐月国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破绽找的真的非常好啊。寺島選手は瞬発力の塊なんで、あと気の強さの塊ですからね。いや本当そうですね。まさにもうナチュラルボーンファイターというか、そういう印象です。寺島は空手のバックボーンがあります。3歳から15歳までは空手、そして一度クラブ活動でサッカー部に入りましたが、その後18歳からキックボクシングを始めたという経歴になります。蹴り分けうま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キック、カーフキック、前蹴り三日月。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すごい引き出しがありますよね。四岛想呢，作为日本的这个新兴拳王啊，也不是无门无派，他其实练的是泰拳啊。但是泰拳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吃不了那苦，所以說就不練了。後來又練了空手道，練了這個一氣斬，但是都沒什麼效果啊。可以說這個人學得很雜，什麼都會，什麼都只會一點兒。この2人に限っては、スタミナ3分37で切れるようなスタミナじゃないって僕は思いますよ。もう非常に鍛え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ね、寺島選手はお兄さんのこと見てますし、山本選手はね、もうチームペガサスですからね。あと顔面に2発、山本ここに、いや気の強さが見える寺島。残り10秒。お互いにリングのセンターを取り合う。今度は前に出た寺島、そこに左を。其實我們的魏國拳打得很冷啊，也是這種短距離爆發。好的，本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回合比賽雙方選手的精彩表現。全ては無に帰すのか、それとも最終の3分間が始まりました。青のグローブが山本陸、そして赤のグローブが寺島心。ダウンを奪っているのは青の山本です。左のミドル、ここも強烈。前に出た大きな右スイングしていきました山本。已經是鏖戰到第3回合了，雙方選手的體能消耗也確實都很大啊。蹴り技はダサい、そこに右のミドルを切り返していった山本です。ただちょっとやはり寺島が前に出ましたね。パンチと蹴りのつなぎ方、やっぱりバリエーションがあるから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寺島選手は。ちょっとカウンター気味にもら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それでも前に出るこの気持ちの強さです。其實四島想的拳啊，已經是打得有些猶豫了，體能跟不上，而且貌似來看的話，我們魏國的狀態相當不錯，本能的就會後退。足の蹴り技の蹴り分けですね。ポイントでミドルと、三日月蹴り、当た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けどね。あった右だ。捉えたか、いや捉えていないか。今のバランスがずれてると思います。さあ少し注意が与えられました。前の足での制試合。好的，四島想鼓足勇氣，跟我們的學月國打一波對拼啊！但目前來看的話，這個力道，已經是不重了，沒有什麼狀態。漂亮，一個連續的追擊。寺島の方にも顔面にダメージは見られますが、まだまだここから取り返すという気持ちの強さ、前進。山本選手はね、気持ちの強さもあるし、打たれ強さもあるんですね。打たれ強さも、はい。今もね、ショートの右、寺島選手みたいに当た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しっかりグッと耐えましたから。さあ山本、さあちょっとお互いに手を止めて相手の機会を伺っている。左。我們的魏國呀，這個戰架已經鬆下來了。可以看到，對於戰勝對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まだまだどちらのチャンスはある。決着つけるチャンスはまだまだありますね。寺島の最後の爆発はあるか。一方の山本も
さあ残り時間少なくなっている。時間が止まりました。残り15秒切りました。さあ寺島が前に出る。さあ苦しい時間帯。ここから一気に。哎呦，四道翔鼓足勇气，开始跟我们的薛国互拼，漂亮！被我们的薛国一记重磅击倒在地。哎呦，已经是被打休克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的魏国很開心，讓我們恭喜我們的魏國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いや最後もう覚悟を決めて寺島が一気に前に出ましたが、最後左ですか。左ですね。いや寺島選手が思いっきり振りに行ったからこそ、上がっていた顎をきれいに打ち抜きましたね。はい。いや前回の試合が。好的，亲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注意看，又是一場擂台血案，日本選手賽前辱罵我們中國選手是東亞病夫，結果被打瞎右眼，只能棄賽投降。好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非常血腥的泰拳比賽，我們的中國姑娘王小花大戰日本選手佐藤惠。你可以看到身穿黑衣服的就是日本選手佐藤惠，而身穿白衣服的則是我們的中國小將王小花，兩個人都很年輕啊，一個17，一個16，我們的王小花16，佐藤惠17。那麼這是一場泰拳比賽，也是在泰國打的，別看年輕啊，作戰經驗是一個比一個豐富。那麼除了在賽前呢，這個佐藤惠挑釁我們的中國選手之外，而且兩個人也是仇人。親愛的觀眾朋友們，他們兩個人同在泰國的一個拳館練習拳擊，可以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Those kicks. Yeah, good offense seen from Petfa, but defense could use a bit of work. 雖然歲數都不大啊，但是兩個人練泰拳也都是很早。我們的王小花在5歲就開始經受這個系統性的泰拳訓練，而佐藤惠稍微大一點，佐藤惠是7歲的時候在日本學了一段時間泰拳，後來來到泰國，兩個人在同一個拳館訓練。可以看到雙方也是進行了一個纏鬥啊，這個佐藤惠也是有一些緊張啊。別看我們的王小花年紀小，但是這個拳風打得很兇。好的，雙方又一次對拼，哎呀，這個火氣很大，進攻欲望很強。看來賽前嘲笑我們中國選手是東亞病夫，這簡直就是猖狂至極，應該出重手教訓。Seemed like the kicks just now. Oh, Petfa seems to have hurt Pancake. Another good right knee that time by Petfa to the midsection of Pancake. We've seen Petfa already hurt Pancake with the low kicks and the attacks to the midsection. 好的，佐藤惠在第一回合啊，可能也是想打一個後手，但是面對我們的王小花也是沒有這個太多的機會，反應慢了一些。Face right now, Kevin. Yeah, Pancake just doesn't seem to know what she needs to do. She did so good early on when she was attacking with the hands and landing with some elbows, but now she just seems to have lost her confidence. Another good kick there. Yeah. 雙方再次來到了藍邊，這個都是一個師傅教的，不太好破招啊。看到佐藤惠也是有一些為難啊，這個沒有太好的進攻機會。Strong knees that are worrying Pancake. Pancake, she can't seem to get a flow going back now. Oh, swinging, a big swing and a miss there by Pancake. Going into the clinch now. 現在來看的話，雙方純粹是一個體能和力量上的對拼，只能看誰這個體能值更深，力量更強。招式上來說的話都差不多。Petfa definitely, but she's once she got hit, she was able to defend herself. So good job there from Petfa. And of 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這個雙方在第一回合啊打的還是沒有那麼用盡全力，盡可能的也是在試探對方的這個底細啊。目前來看的話，我們的王小花優勢更大一些啊。我覺得在第二回合，我們的王小花應該是能抓住這個優勢啊，來 KO 掉這個佐藤惠。confidence boost for Petfa, but she seemed to take control of that opening round. Yeah, not only that, she had some solid knees that went straight down the middle, and also seen her hurt her opponent with a roundhouse kick. So perhaps she wants to attack low, attack the body, or attack the legs. But good round for Petfa.
好的，第二回合双方也是久违的使用了泰拳的这个腿部进攻。这个佐藤惠啊，看上去比我们的王小花高一点，但是两个人的腿长其实差不多。可以看到也是不停的进行这个腿部对拼。Really liking the movement from Petfa so far. Kicking and getting right out of the way from the attacks of her opponent. Another miss there from Pancake. Good block there from Pancake though. Oh, but again, Petfa with the right kick to the body. Pancake, like we thought, she's being the aggressor, but Pancake is countering with. 我们的小花也是且战且退啊，面对这个佐藤惠还是不要着急啊，这个着急很可能会被对手找到破绽。Now you can see that is Pancake getting attacked with all these kicks. Yeah, she's not blocking at all. Once again, she's trying that time, but it stuck through the guard. Unfortunately, I have to say it, but she tried a couple of times and she's been hit a couple of times. Another good kick. Oh, Pancake being aggressive. 那么从泰拳的这个远距離對攻來看的話，我們的王小花優勢更大。佐藤惠也是盡可能的打這個近身纏鬥。Because so far in the first round we've seen Petfa winning all those duels. Not a good knee there from Pancake though. You can see what Pancake is trying to do in that clinch. She's trying to out-muscle her. Yeah, it wasn't going to happen. No, it's not. 好的，雙方也是進入了一個白熱化階段。可以看到也是放棄了花招，進入了白刃戰。哎呦，這個還是有火氣的。我們的王小花明顯是想拖對手打地面，但是這是泰拳比賽，不能有地面。Left right there from Petfa, but blocks. Oh. 好的，第二回合比賽正式結束，來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賽的回放。那麼在第二回合比賽呢，我們的王小花啊也是表現得很穩重。啊，面對佐藤惠的這個進攻啊，也是且戰且退，打了一個游走戰術。佐藤惠可能是有些難受了啊，自己把這個重寶全壓在了第二回合上，但是沒有取得什麼明顯的效果，無論是進攻啊，還是說纏鬥啊。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回合啊，這個擴大的優勢，我們的王小花能不能把握住？ I could see it happen, yes. I think that Petfa did enough, to be honest, but there's a part of me that hopes you're right. So it makes this round more interesting. Well, anyway, let's find out. Third and final round coming up now. There's that right kick straight away from Pancake. 好的，第三回合，佐藤惠也是加快了自己的進攻節奏啊，頻率也是變多了。但是我們的王小花可以看到，觀眾朋友們防守非常的好，進退有度。 Good knees there from Pancake. Yea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saw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round. Maybe that's a tactic Pancake wants to go for. Yeah, both corners very, very animated right now. They can smell a victory for both their girls. 哎呦，還是要小心這個左右的重拳啊，不太好防守。Pancake is taking the action to Petfa. Yeah, because what Petfa is doing right now is not going to work. She's not going to win the round by moving back and hoping to defend all the shots coming in from Pancake. She really needs to start fighting back. As we said earlier. 哎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突然出現了一些情況啊。佐藤惠好像是被我們的王小花剛才在對拼中啊打壞了右眼。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情況。 Not sure if there's blood coming. It is. Is there blood there from is, somewhere? Yes. That's oh no. That's coming from the eye, I think. Oh, don't say that. Oh dear me. 看來這個右眼是被我們的王小花啊一個重拳或是肘擊給打瞎了。看來還能不能繼續比賽？ No contest, or is it a KO victory? I mean, we got to take a look at that one more time. Can't be a KO victory if it's a point. Poke to the eye. Yeah, surely the referees are having a look at that. All right. 這個佐藤惠可能是參加不了比賽了。讓我們來看一下裁判的最終判定結果。好的，漂亮！讓我們恭喜我們的王小花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這麼多的觀眾為我加油，真的，我作為一個家鄉人，我特別的自豪，而且特別為我們家鄉驕傲。
可以感謝你们。這是一場復仇之戰，也是楊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場比賽。楊建平毫不手軟，瘋狂怒摔韓國名將。只因為在此之前，韓國選手金立碩手段太殘忍，比賽中將中國選手閻錫波殘忍地掰斷了手臂。然而獲勝後的金立碩見中國選手痛苦萬分，竟然還一臉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中華猛虎楊建平看到這一幕，立馬衝上擂台為同門師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對手卻當眾怒推楊建平，完全沒有把楊建平放在眼裡。然而面對韓國選手的囂張挑釁，楊建平絲毫不懼。還當眾向金立碩下了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韓對局。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鏡頭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他便是韓國名將金立碩。好，這家伙長得好像是個泡菜壇子，觀眾朋友們，尤其是他的腦型啊，這完全就是個泡菜壇子。好，這個金立碩非常的惡心，在上一場比賽呢，手段極其的殘忍，將我們中國選手閻錫波，觀眾朋友們啊，活生生的掰斷了手臂。然而這個小子啊，非但沒有任何同情心，而且還當眾得意洋洋笑了起來，嬉皮笑臉的表示中國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樣脆弱，不經打。這一番囂張的言論和囂張的態度引起了我們中方選手中華虎楊建平的不滿。好，沒有錯，眼前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的中華虎楊建平。我們都知道楊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厲害，但觀眾朋友們，楊建平打起韓國人，打起這個泡菜選手那也是極為拿手的。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有一個特別之處，因為本場比賽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而是一場簽下了生死合同、簽下了生死狀的生死之戰。楊建平主動申請跟對方簽下這個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打死不償命，打死不負責。和這個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過這場比賽呢並不是點到為止，而是打到廢、打到服為止。好，注意看兩位選手一上來，完全沒有試探，尤其是楊建平。我們仔細看紅色短褲，紅方選手楊建平，人送外號中華虎。我看楊建平比賽開始火氣，這個火氣是非常的大。好，仔細看，處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現在處於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這個金立碩在韓國非常的出名，特別是家喻戶曉。但是觀眾朋友們，歸根結底只能說這個韓國呀太小了，這個屁大點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韓國一晚上醃了10壇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聞這個新聞會報道說你醃了10壇國寶。因為這個泡菜我都知道是韓國人的這個寶貝。好，我們看兩位選手現在的戰況呢是非常的焦灼。雖然說楊建平拿到了一個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對方的話是一個老樹盤根而且我們注意看，楊建平捂住了臉，這並不是害羞，而是怕對方把他帥氣的臉龐打壞。因為這個楊建平的確長得非常的帥氣。好漂亮，楊建平逆時針的一個旋轉。這裡我們注意看旱地拔蔥，旱地拔蔥又來一下。楊建平，觀眾朋友們，他的這個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這個金立碩賴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韓國人專屬的這個無賴打法。可以說有90%以上的韓國選手，觀眾朋友們都是這副德行。注意看，這個家伙還展開雙臂挑釁我們。好漂亮这個地掃非常的重。那目前來看，在戰力水平上來講呢，楊建平明顯還是要更勝一籌。
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優勢啊，進突出，哎，漂亮，過肩摔！我的天哪！楊建平這個出其不意的打法，觀眾朋友們確實太令人興奮了。當然不得不講，這個韓國棒子很抗揍啊，不會是棒子。看來這個棒子不是空心兒了啊，可能是實心兒的。我們注意看這個韓國選手金立碩的雙手呢放得非常的低，這是種非常不尊重對手的一個表現。哎呦，漂亮！這個偷襲速度啊太快了。哎，又來了，觀眾朋友們又來了。哎呦，這麼喜歡我們中國的這個地板嗎？如果你很喜歡睡覺，一會兒讓楊建平滿足你。現場的裁判並不是很給力啊，這個時候應該叫停的啊，理論講應該叫停。因為雙方啊，我們注意看沒有太多的一個動作，對方呢就是耍無賴，而楊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馬上結束了，但是看這個韓國拳手啊，依舊是沒有起來的意思。趕緊聯繫一個這個抓狗的、收狗的，給這個韓國拳手給他抓走啊！好，觀眾朋友，比賽第一回合結束，非常的解氣，但同時啊也有一點生氣，因為這個韓國拳手啊太無賴了，打得非常的惡心，非常的卑鄙。好，雙方的比賽進入到第二回合，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兩個人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好，注意看紅方選手紅色短褲楊建平中華虎，藍方選手白色短褲就是上一場比賽啊掰斷我們中方選手手臂的韓國選手金立碩，他是一個韓國名將，非常的出名。好漂亮，這個側踹非常標準，再來。這是我們中國散打裡面的招式。這個金立碩他的這個戰力水平看起來非常的愣，感覺他就像是一個這個大腦發育不健全的人，這個肢體啊都很生硬，感覺是有點像腦癱啊，像中風了一樣。哎呦，我們看楊建平打得非常靈活，很聰明。啊，這個金立碩呢想反擊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為楊建平這個撤退速度太快。好，漂亮，掏單腿，這個時機抓得太準了，太準了。對方出腿的一瞬間啊，被這個楊建平啊抓住了這個機會。好，看一下，現在屬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楊建平一定要小心對方的一些鎖技，因為上一場比賽呢，這個我們中鋒選手嚴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優勢位，然而被對方啊抓住了這個掰手臂的機會。
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实心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能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勢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戰書，正是因為這個上一場比賽受傷的這個人啊是楊建平的師弟啊，同門的師弟嚴希波。那當然嚴希波也很厲害啊，那曾經有一場比賽12秒 KO 這個日本選手。這場比賽楊建平也算是出頭。好，看一下雙方的龍邊對局。這場比賽實際上無論怎麼看啊，感覺這個韓國選手的體型，我覺得都是要大於楊建平的。這場比賽可能是跨量級挑戰的。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進入到今天的最後一個回合了，雙方也是直接開打。第二個回合，兩人保存了很好的體能，所以說到了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戰力上明顯打得更兇了，而且這個金立碩很着急。我們能直觀的感覺到這個金立碩是有些這個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單腿進入到地面。這一回合注定是本場比賽的高潮點。好的，楊建平再次拿到上位。這個楊建平這個把對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還有10000種方法讓對方進入到地面。而你看這個韓國選手他又來了，又躺在這塊兒，我覺得實在不行我們就踹他的褲襠吧。雖然說不講武德，但是觀眾朋友們，對待流氓，你就必須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對方啊，就像這個爸爸不給孩子買玩具啊，這個兒子躺在地上哭。當然我們是爸爸，對方是兒子。好，雙方又一次地面對局。本場比賽雙方所有的這個地面戰啊，楊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優勢位，所以說本場比賽無論是打分啊，還是說按照壓制時間來算啊，楊建平呢都是有優勢的。好，又一次沒勁兒了，雙方的體能啊現在都是有着明顯的一個下滑，不只是韓國選手楊建平也是。哎，要小心，兩位選手。哎呦，這個裁判多虧是比較及時。這是本場比賽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繩子。
哦，的確是沒勁兒了。這個金立碩，我們看啊，雙手都已經是沒有力氣啊，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頑強，依舊是追逐着楊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舊是很靈活，雙手呢這個站姿啊、抱下都是沒有鬆懈。好的，再一次，哎呦，這個金立碩，我估計回去之後就苦練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終於結束了，一場長達15分鐘的中韓對局。15分鐘，雙方打的確是非常的精彩。但是無論怎麼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來，楊建平的這個優勢很明顯。不止一次把對方啊按到地上，而且呢還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戰力上，我們拳打得更準啊，分數也會更高。好，讓我們恭喜楊建平啊！本場比賽也是為自己的同門師兄弟楊延希波呀報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讓我們再次恭喜，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